朋友们，大家好啊！今天天热啊，就不想在家里面烧了啊，就跑出来随便吃一点。那么今天就聊一聊这边的一些吃的东西啊，但是是比较日常的，就不是说我刻意的去哪里吃饭什么拍一下，就是很日常的啊，也是就是随便的这样拍一拍，这样也比较真实嘛，对吧？那么我现在呢是在一个我家附近的一个巷子里面啊，就是小的路上的这种餐厅。这种餐厅呢，它相对来讲啊，就比起那些在海边啊，或者说在一些景点啊，因为我们这边啊，阿尔德尔的话，一个是在海边有一排那个餐厅，一个是在那个山上，就是那个老镇的那个山上啊，有一排餐厅啊。那些的话，反正就是游客很多嘛，对吧？因为大家来玩的话，在那边吃饭、看看风景啊之类的。我之前也经常在那边啊，反正每一家都吃过啊。那我总体感觉下来呢，我觉得就我现在在的这一家呢，包括其他的，有时候我看到很多本地人啊，他们会来这些餐厅吃饭啊，就性价比比较高吧。环境嘛，它就是在这种巷子里的啊，它也不是在那种就是很大的饭店里面啊。但是它的那个价格呢是比较实在的，总体来讲。我们点了一个这种没有酒精的啤酒啊，就这边就是00，它是没有酒精的。然后呢面包跟水是送的，但是这个面包跟水呢，你必须要跟他要啊，你要跟他说，他才会给你，不然的话呢，他的说法就是为了节约啊，就怕浪费，就不会给你。我呢就点一杯咖啡啊，我会点咖啡。为什么喝那个没有酒精的酒啊？我为什么喝咖啡呢？其实我这2天还是在一个发烧的状态中啊。就上一次我去马德里可能太累了，就来回赶了。然后呢，我就感觉这个我前列腺有发炎啊，当然这是我自己的感觉，因为我的那个小便啊什么的就非常吃力，就不通畅啊，然后人就有点发烧。那我后来也是约了医生去看的啊。那看的话是去马德里之前就去看了，看的时候呢，他给我开了药啊，他给我开的药就是，在西班牙这边的话，就他给你开药，像抗生素啊，他就给我开了7天的啊，然后还有一个是一种什么药啊，那种止痛的一种药啊，消炎止痛的这种药吧，他给我开了14天的，所以呢，就是7天的话，我就给他吃完了啊。我吃完了以后，吃的时候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啊，还挺好的，但吃完了以后，就不好了啊。然后呢，我又重新约医生。那么现在呢，应该是一个假期，所以呢，医生应该也不怎么好约啊。而且他这边有一些这种科室啊，像什么皮肤科啊，对吧？因为大家在这边晒太阳，这种皮肤科啊，还有肾脏科啊，肾脏科也就是这种泌尿啊什么的，这种就很难约啊，因为得这些病的人很多。然后呢，我感觉啊，就是我之所以会就是吃了药以后又没怎么好，和这几天就是我喝啤酒喝多了也有关系。因为在西班牙这边啊，这个啤酒真的是很便宜，而且种类很多很多的，而且天又很热啊，你基本上一出去，你到饭店，他一下来坐下来，他就问你啊，就是你要喝什么，对吧？你肯定就想想喝个啤酒吧，对吧？这么热天你也不可能喝个什么别的东西，喝这个可乐什么的东西的，又感觉有糖，而且在西班牙这边的话，可乐什么是不便宜的啊，它平均像餐厅里面的话，一瓶都要3、4欧吧，就是那种小支的玻璃的啊，所以想一想就
喝这种啤酒。那有的是这种就现榨的啤酒，那个价格的话其实是很便宜的，差不多也就3欧就给你很大一杯。那么在这里吃饭啊，它每天的话它是有一个主的一个 menu 啊，就是每日菜单。以后大家如果是要来欧洲玩啊，或者来西班牙玩，或者说要移民到这里啊，或者来旅游，大家也都知道了啊，就是可以点它一个每日菜单。这个每日菜单呢，就是有前菜啊，有的是有饮料啊，面包啊，反正就一套。总体来讲呢，它是比较性价比高的啊，就你也省去一个自己选的烦恼。基本上呢，大家都会点一个每日的菜单，但是我不喜欢啊，因为每日菜单的话，对我现在来讲吃的太多了啊，因为我左思考右思考，我觉得我这个什么前列腺炎也发作啊，或者说我血压也高啊，或者说那个还有一些什么问题，反正我最近就很多问题啊，就是人各种各样的这种生病啊，身体感觉没有以前啊，就来之前好。我觉得主要是我体重的关系，就太胖了。我之前在上海的时候啊，我差不多是140斤啊，就是70公斤左右。然后我就去了成都，一下子重了50斤啊，2、3年，最重的时候是180斤。然后我就发现啊，只要我体重一到180斤的时候呢，我就开始喘气啊，呼吸不过来啊，各种各样的这种难受的啊。然后我到了海南啊，那个时候呢，住了3年，在海南3年，瘦了一些啊，差不多瘦了10几斤吧。就在海南的话，我也没有刻意的去运动或什么，就是正常的吃喝啊，就瘦。那我分析下来，主要在海南啊，就我住的那个地方呢，它首先在那边也没怎么喝酒，然后呢也没有什么，就除了日常生活当中必须吃的一些东西啊，就没有什么就是这种加工的产品啊，所以呢，我觉得那个是一个主要的原因。不像后来我来到西班牙以后呢，我开始大开杀戒了。首先刚来对吧，那时候也肯定是挺高兴的对吧？就每天这样吃那样吃的啊，就一直吃。然后呢，这边的一个用餐的习惯啊，像现在已经是下午4点钟了，其实我边上有好几桌啊，大家都在吃，都下午4点钟了。所以吃晚餐啊，然后吃午餐啊，这时间都是很晚的。再加上呢，这边酒啊，就是基本上我现在发现啊，就是尤其这段天热的时间，每天喝2瓶就啤酒。然后呢，如果不是这个天热的时间，就正常的时间呢，还要喝什么香槟啊，就是白葡萄酒啊，这种乱七八糟的，对吧？就每天你还有这个喝那个喝的。所以呢，还有就是一些甜品啊，什么蛋糕啊、饼干呐，这些甜食。这些东西在这里，这个甜品是很甜的啊，这会甜死你啊，所以就经常吃啊，就我的体重就现在已经超过了之前的极限啊，我已经到了190斤，我从来没到过这么重。但是呢，我就是一直吃那个高血压药嘛，就控制着，所以人也不觉得难受啊。但是像什么前列腺炎啊，还有就是像那个什么，还有痔疮，对了，这些问题我觉得都是体重造成的啊。然后我也咨询过医生啊，医生也说可能有这个原因。所以我现在呢就痛定思痛啊，我就觉得每天我只吃，除了我饿得不行了，我就吃一点点，我就吃维持我生命的一点点。多的我一点都不想吃，然后酒也不喝了，我戒了，
其他的什么甜的什么东西我都一律不吃啊，只吃健康的啊，差不多我觉得看看3个月啊。哦，我还有那个脂肪肝啊，对，也是因为肥胖，我觉得感觉出来了，就看看，因为我看到有些人说啊，这个脂肪肝饿一饿啊就好了，就没有问题了。这个是一个番茄冷汤啊，是他们这个西班牙的一个非常传统的经典的菜啊，就是冷的番茄汤，其实也味道还不错啊。那这个就是我点的这个三明治，其实挺大的啊，这个一吃估计就吃这一个1天就够了啊，挺大的一个啊，我挺喜欢吃这家的这个三明治，因为它的用料比较丰富啊，而且荤素搭配也挺好的啊。我不想吃那种就是套餐，因为那个套餐前菜汤啊，后面什么一堆啊，吃的也挺多，也不少。这家它的这个水准啊，我觉得不比那种5星级酒店什么差的。而且价格很便宜，它的价格只有那些5星酒店的一半。像这样一个三明治，如果是在5星酒店买的话，差不多要在17、18欧左右。这里的话只有7欧啊。这个就是一份主食的啊，有什么鸡腿啊，有什么土豆啊、色拉呀这种，啊，挺扎实的。我就不吃这个了。像我吃一个三明治啊，然后我老婆她吃一个那个全餐，加在一起的话，差不多是在20多欧吧，啊。那如果说呢，就是你不想吃全餐，他这边也可以点半餐。只有这种本地人餐厅才会有的。如果是这种游客那边的餐厅，它是不会有这种的。半餐就是没有那个就是没有那个什么番茄汤啊，这种前菜是没有的，也没有甜品，就给你一个，比如说像这样鸡腿，那差不多在10欧左右，啊，这个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。说实在的啊，我觉得我这个生活其实算是挺节约的那种人啊。我觉得就大家看视频的人，肯定有很多人条件比我好多了，对吧？我觉得我算是挺节约的，但是呢，就我这种大部分的时间是在家里面自己烧，就1个礼拜大概吃个2、3顿在外面的啊，差不多，就1个月的伙食费啊，也要花个接近700、800，我肯定是要的啊，所以我以前啊，我看一些视频啊，也有一些就在西班牙的，他们说，1个月就烧菜、买菜什么的，才花300欧元啊，就我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弄的，对吧？而且就是有很多啊，我觉得明显就是有点，不符合真实的情况啊。像他们这个超市里面去逛一圈，才花个20欧元啊，这怎么可能呢？是吧？过一会儿我也吃完饭，我也去超市啊，就随便买点东西，就正常的啊，给大家看一看这现在这样的一个物价的情况啊。这个买单了啊，就跟我说的是一样的啊，23欧啊。这个扔凳呢，就是我的那个三明治啊，它是一种英式的吧，鸡的三明治啊。然后这个就是一个 menu 对吧，就是13欧。然后这个就是 sin ajo， 就是那个没有酒精的酒啊。然后这就是那个美式咖啡啊，1.4欧，美式咖啡是很便宜的啊。然后还要再加一个10%的税啊，所以就是23.5欧啊。总体来讲的话，还是比较便宜的啊。那我今天因为也是，因为我没有吃每日菜单啊，如果我不减肥的话，我也吃每日菜单，那可能就再贵一点，对吧？总体来讲的话呢，我吃的也是比较满意的啊，因为吃的都已经很饱了，那个三明治这么大，对吧？这个价格应该来说，我觉得也算是挺实惠的啊。正常的情况，在欧洲其他国家的话，应该也没有那么便宜啊。而且确实，它做的东西味道也是不错啊。
还是挺良心的。下一次的话去拍一拍他们这边吃一些好的牛排的一些店，像它这个是牛奶啊，他们这个超市自己产的这个牛奶，那么它绿色就是天盖的，对吧？蓝色是正常的，这个是1欧1瓶啊，1升的。那么这个呢是比较便宜的，应该来说，但是呢，它这个选择就没有很多，它只有它自己的这个一个品牌啊，因为它只卖它自己的这个牛奶。然后像旁边这个是他们一种叫老虎豆的一种奶啊，这个就2欧1瓶。老虎豆就是他们的一种那个像花生一样的一种东西啊。像这边酒的话，它是真心便宜的啊，像这边这种白葡萄酒啊什么的，才你看2.6欧、2.2欧、3欧、2欧，然后这个是1欧9、3欧8，是吧？还有这个4.9啊。反正这里的这个超市里面，它自己的这些酒基本都不超过10欧的啊，那其实已经算是很便宜了啊。还有像这个啤酒，对吧？像这个 Heineken 啊，差不多也就在1欧以下1瓶啊。像这种大瓶的啊，它这个也只有2欧不到1瓶啊。所以来这边的话，就这个啤酒喝起来是特别厉害的。但是在这里的话，像可乐这个东西它就不便宜啊。它可乐是2欧1瓶啊，就是这种1.25升的应该是，啊，像这种打折下来的2瓶3.9欧，啊，这种听装的就会更贵一点，是吧？基本上是在1欧左右1瓶啊，这种可乐。所以来这边我可乐也不怎么喝了，我觉得对身体喝了也没有益处。还有就是面包啊，面包经常被很多博主呢。拍了就是说这个物价有多便宜，对吧？像他们经常会拍一个这种0.17欧的这种小面包啊，很小的一个。可事实上呢，这里面包它是有很多种种类的，对吧？你像这个0.35欧啊，还有下面这个0.4欧啊、0.45欧啊，像这个都是1欧一个啊，这个的话就是2欧一个，对吧？这个2欧一个，你看起来它有点大，但实际上吃起来也是很快的，基本上一切就一顿就没有了啊。那还有的像这种什么，这种其他的一种什么可颂面包，对吧？这种甜的啊，这种基本上我看他们就没怎么拍啊，他们基本上就盯着那个0.15欧的那个拍啊。那这些我之前经常吃了以后我就胖得很快啊，我现在都不敢买了。但是像这里的话，也有很多这种切片面包啊，像这种切片面包，像这种是贝果的，对吧？也要1.25欧啊，像这种一大袋的这种切片面包啊，也要1.25欧。上面还有各种各样的其他的款式的啊，基本上像这个啊，这个它也要3欧一袋啊。像这种我看他们就没怎么样拍过啊，他们基本都拍那种0.17欧的啊，还有像这种的也要2.35欧啊，就是这样的一个面包。像这个超市里面啊，它也有买这种就速食的啊，像这种三明治什么，一个也基本上在2欧啊、3欧啊左右，对吧？这个如果自己不想弄，可以买一个吃的，味道也还可以啊，虽然不是特别的好吃啊。像这边的话，这个超市呢，它有卖这个豆腐啊，豆腐，像这个豆腐，你看这个豆腐，对吧？它这个豆腐的话是2欧、1.9欧啊，一盒啊，这个东西，以前我没有感觉啊，就来了以后，1个礼拜总得买个2次啊、3次的啊，因为你不吃会觉得挺难过的。这里也没有别的选择，你只能买它的这个豆腐啊。还有像这种寿司类的东西啊，这个是10欧啊、11欧左右了，对吧？一盒这样的寿司，上面这个的话是6.7欧啊，一盒很小的寿司啊，这个东西也都不算是便宜的，我觉得。很多人啊，可能就会说啊，你来了这里以后，你可以完全吃他们本地人的食品嘛，对吧？你吃点意面啊，吃点面包
你可以不买这些豆腐啊，不买这些寿司之类的东西啊。这个其实说起来简单的啊，我算是那种不挑食的人，因为我过去的工作，我全世界这里那里的就不能挑食，对吧？所以我算什么东西都吃的。但是呢，时间久了，你真的就是每天吃那些东西啊，你真的会不习惯啊。就每天吃意面什么的，真的会不习惯的。像这些就是鱼的价格啊，有些鱼，像这种鱼，基本都是它没有活的鱼，它都是已经就冰鲜的鱼啊，死掉的鱼。那么像这种虾啊什么的啊，基本上这个价格我觉得也没有多少便宜，对吧？像这种就不是活的鲜活的这种虾啊鱼啊什么的，其实大家吃起来还是有点不习惯的啊。所以我很少在这里买这些鱼吃，除了原来就是像这种三文鱼啊什么我会去买，因为它本来就是吃这种死掉的，对吧？其他的我不太会去买。像这个香蕉啊，香蕉的话是1.49欧，就1.5欧嘛，1公斤啊，这是最便宜的了。那么它还有一种是比较贵一点的，是2.69欧啊。这种2.69欧1公斤的，应该是那种它在这边的一个什么岛上的啊。反正这种1.45欧1公斤的话，我觉得也不算是很便宜，对吧？因为香蕉这个东西，我记得很便宜的，反正在国内我以前买的时候才2-3块钱啊。然后这种蔬菜也是的啊，这个价格也都是挺贵的啊。而且这个蔬菜的种类，其实它也就这么几种啊，什么菠菜啊，对吧？啊，还有土豆啊，还有这个西兰花啊，还有这个大葱啊，还有这个胡萝卜，还有这个是那个什么菜？这个是一个卷心菜是吧？啊，还有南瓜啊，那这些东西吃来吃去啊，就一直吃啊。像比如说我们以前吃那种什么青菜啊，一些别的东西啊，就很少啊。像这个青椒的话啊，这个灯笼的青椒是2.69欧1公斤，像这种那个尖的这种青椒啊，就是2.3欧1公斤啊。这个的话是他们的这个西红柿的价格啊，他们有很多这种西红柿，还有什么大蒜啊之类的啊。这个西红柿基本上也在2欧左右啊，好一点的更贵一点，但基本上在2欧左右。还有这个黄瓜也是2欧左右，还有这种比较大的土豆啊。反正这里蔬菜基本上，最便宜的也就是在1点多到2欧或者2点多之间1公斤啊，就是最便宜的。然后说这个牛肉啊，像这里的牛肉啊，你看这个牛肉啊，它这个上面写着是34欧元1公斤，对吧？像这2小块的话是13欧啊，像这种就是切片的稍微便宜点啊，是15.2欧元1公斤，对吧？那它这3-4片的话是在8.44欧。还有像其他的价格也都差不多啊，都是在8-9欧之间啊。那么算下来的话，其实也要在这个基本上都是在这个人民币的话，基本上都是在那个60、70、70、801斤，对吧？应该是这么算吗？差不多啊，就也不是看这个视频上很多人说的很便宜，对吧？还有像这些什么肉饼啊，就是做那个汉堡吃的这种肉饼啊。然后呢，就是这个鸡肉啊，这个鸡肉的话，基本上这里是10.8欧啊，这个10.8欧1公斤啊。像这种鸡翅啊什么的呢，就是7欧1公斤啊。还有这种兔子啊，但我不吃兔子的，所以我对兔子价格我也不是特别了解。但是像这个鸡肉啊，像这种鸡大腿，对吧？鸡大腿，这个是5.75欧1公斤啊。还有这种整鸡的啊，整鸡的话是4.25欧1公斤啊。整鸡我觉得应该还算是比较便宜的，对吧？但是总体来讲吧，我觉得就是这个肉价什么的也没有像
他们这个说的这么便宜啊，就是，基本上像牛肉什么的，我感觉我来这边都吃的没有那么多啊，因为超市里面的牛肉就这么几种选择啊，就不像，菜场里面可以买一些什么就切片的，对吧？炒肉丝啊什么东西的。然后这个呢，就是他们这里的这个火腿啊，这个火腿像这个是16欧元100克啊，是100克没错的。然后就是这个是7.5欧元100克啊。那么基本上它这个是分的啊，就是像有什么利比利亚火腿啊，对吧？就每种品种不一样的话，它的这个价格就不一样。然后就是这种调味品啊，像什么胡椒粉啊什么孜然啊，各种各样这种调味品啊，基本上也就是在1点多欧到2点多欧这么一小瓶啊，各式各样的这种调味品。然后就是这个大米，对吧？反正我现在大米肯定是不怎么想吃了啊，因为我要减肥。这个大米的话，基本上都是1.6欧啊，像这个是1公斤啊，那么1斤应该是在0.8欧左右啊。那么这种米是他们比较推荐的，就是这种1.54欧的这个米啊，说烧出来还可以啊。那这个价格也基本上就在0.8欧，对吧？其他的还有稍微再便宜点的，像这种1.27欧这种米，这种米就基本上是不能烧我们吃那种感觉软糯的饭的啊，就烧出来这个饭一粒粒就像加生的一样的啊，不是我们喜欢吃的这一种。好了，那个基本上我也快拍完了，我手机也没电了啊，最后再拍一拍这个意面啊，意面确实是很便宜的，像这样一包的话1欧左右啊，那么差不多是1公斤的话在2欧左右，所以这个是比较便宜的。但是我也说了，对吧？就你不太可能一直吃意面啊，就吃的习惯上还是觉得会不习惯的啊。